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这次呢是因公出差而去的，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和平时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呢就来颠覆你们的认知啊！端好你们的小板凳，跟我一起来看一看，花上3到4分钟的时间。谢谢大家。我现在是在武汉的街头，说实话，去了美国才知道，美国并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，更多的是那种农村的自建房。除了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几栋高楼，其他地方真的就像大农村一样的。我现在走在武汉的街头啊，发现了武汉的街头啊，比美国的街头干净多了。说实话，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，我们都承认老牌的发达国家，但现在好像也在走下坡路了。说实话，美国那边的人呢，就是说在马路上呢，可能你看到他光鲜亮丽，其实每个人都负债累累。很多人都说咱们大中国人呢，就是说负债的比较多，但在美国那边呢，很多人手上连500美金都拿不出来，就是3500块人民币。在美国那边，比如说你在路上啊，骑车撞到别人了，或者怎么样，虽然有保险，但是不是人人都能赔得起的。叫一趟救护车至少上千美刀，动不动1万块钱就没了。所以说啊，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不到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，千万别为我叫救护车，不然这个钱你来付。然后给大家讲一下，在美国那边呢，如果真的有救护车过来了，你要记得及时跑掉，不然的话，可能真的那个账单就到你家里了。然后说实话，在美国那边呢，并没有出现什么像摆地摊啊什么之类的情况，因为啊，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，除了那个别的县城里面能够占道经营，像洛杉矶啊、纽约的街头啊，是无法进行一个街头的摆摊的。他们那边对那个占道经营的话，就是管理的非常严，根本就不像咱们国内非常人性化。就是说拿武汉最繁华地段，你去那里占道经营啊、摆摊啊，没有人会过来赶你。你看这边的一个人呢，就在这边摆摊，是不是非常人性化？为了生计呢，是不是？大家的生活是第一名，第一排在第一啊！先不管城市形象，为大武汉点赞，为我们国内其他城市点赞。因为啊，人们活得下去，才能更好的建设未来城市的发展。这边呢是武汉的一家医院，好像是，就是说好像是皮肤科医院吧，比较好的，比较有名，之前来这边看过的。然后呢，在美国那边的医院呢，说实话，一般人真的消费不起啊。进去之后，救护车到那个挂号什么的，一系列下来，最起码2000美刀就没了。还没有开始动手术，还没有看什么原因，2000块美刀就没了，折合人民币1万多块钱。所以啊，有人说啊，在美国那边呢，啊，有一份医疗保险，就比一个老公都有用啊，胜过一个老公。你想一下，老公是顾家的，赚钱的，家里的主心骨。所以说，在美国那边那个医疗啊，你还羡慕美国免费的医疗吗？免费的医疗啊，要排队的，疾病啊、急诊啊，这根本就轮不到你。等你排进去的时候，你人都不行了。所以美国那边有很多人跑到墨西哥那边去就诊，因为那边便宜嘛。再说说这个的公交这一块吧。然后在美国那边呢，车啊是非常的多的，但是公交车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来一趟。还有啊，美国的高楼啊，说实话年久失修了，上面的粉子啊是一点一点的掉，所以呢，你在美国街头看到到处都是缝缝补补的一个痕迹，因为他们城市建设比较早，不像咱们国内啊，城建稍微晚一点。再包括我们虽然晚一点，但是我们也一直在维护，所以说你能看到房子啊，基本都是非常新的，即使有一点点旧了，马上就会维护。在美国那边呢就不当回事，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。还有一点我接受不了，就是在马路上面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咱们国内啊，在马路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乞讨啊那种人了。然后就说在美国那边很多流浪汉特别多，因为咱们国内啊非常人性化，一般呢就是跟他们联系的亲人联系不到的，都跟他们安排到收容所了，就是那个孤儿院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。在美国那边呢就不一样，他们只能在街头流浪，那个什么孤儿所只能住1天。不像咱们大中国啊那么人性化，所以你还羡慕美国的生活吗？羡慕美国的那种高楼吗？说实话，真没有咱们大武汉的高楼多。然后在这边呢走来走去啊，说实话我发现，后悔去美国了。美国的生活啊，真的被那些高知识的分子吹得天上去了，实际上真的是一地鸡毛。去过的朋友都知道，美国啊是一般人根本生活不起的。你即使有再多钱，没有赚钱能力，很难在美国生存下去啊。